1拳300到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一大早把力撞得很，跑这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再忍着他10拳。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放慢。是。41个，上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。第10拳了。明军，让齐军回来。长官。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全军接令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。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呀！来，谁就给我接。再给我一碗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
人都死了，拜与不拜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，也是错。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。偷城？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随我上前，给人给我赶下去！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-1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夜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！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
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柴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碰到老胆的、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！老，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绕到对面侧营，听信号，动手。大佬，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士了，就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嘿，跟着大佬冲！车长，快走！我等殿后。快走啊！尔等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
还在失火。什么？南战！将士们，多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折，焚毁了狰狞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，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混账东西！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献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。你有几个脑袋？末将知罪。滚下去带队！诺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。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